And then, hey, Netflix shows up. Go to Netflix.com. Make a list of the movies you want to see. It's easy. 大家好，我係飛牛，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呢條片，我要同大家分析一隻全球矚目嘅成長型股票 Netflix。2025年啦 ，Netflix 嘅股價已經飆升到去1180蚊美金左右噶啦，市值超過5000億美元，已經成為咗媒體行業嘅龍頭老大。Let's start with a name like Netflix and a few others that you think are popping up as those that will become the leaders in the, I guess we're calling it the AI race. Netflix is a very consumer-focused company. I mean, if they have earnings of 45% growth, what's there to worry about? 但問題嚟啦，咁高嘅估值，我哋仲值唔值得投資呢？佢嘅增長潛力又有幾大呢？競爭對手有冇搶走佢嘅風頭呢？今日我哋會用7個唔同嘅角度，估值嘅吸引力啦、財務穩健、股息同回購、公司策略、風險威脅、增長潛力同埋資產質素，用翻2025年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嘅財報數據，俾你一個全面嘅分析。如果你係 Netflix 嘅股東，或者都考慮去買入呢隻股票，咁千祈唔好錯過呢一集啦！記得點讚訂閱，開返個鈴鈴，我哋馬上開始。Netflix 嘅故事可以話係一個傳奇啊！從1997年一間小小嘅 DVD 租賃公司啊，到如今已經成為全球嘅串流媒體嘅霸主。Netflix 改變咗我哋睇電視嘅習慣。2007年佢哋推出咗串流媒體服務，從此就開啟咗高速增長嘅時代啦。到2024年 ，Netflix 嘅全球付費用戶突破咗3.02億，幾乎覆蓋咗190多個國家。但係成功嘅背後挑戰都唔少㗎。Disney Plus、Amazon Prime 呢啲競爭對手來勢洶洶啊！內容成本每年高達180億美元啦，仲有全球嘅監管嘅壓力。2025年 Netflix 正處於一個關鍵嘅轉型點，從單純嘅訂閱模式轉向廣告業務、遊戲同埋直播活動嘅多線發展。佢嘅下一步會點走呢？我哋就睇返佢嘅數據。好啦，入正題，我哋睇下 Netflix 嘅估值吸引力先。直至2025年7月啦，股價已經去到差唔多1180蚊美金㗎啦，市值就大概5000億至5420億左右。呢個咩概念呢？佢嘅市盈率 PE 已經去到成50倍樓上㗎啦，遠超 Disney 嘅21倍、Amazon 嘅37倍。比 Apple 嘅30倍都仲要高。除咗市盈率 ，Netflix 嘅市銷率大概12倍，市淨率超過20倍。如果你用 PG 比率嚟睇呢，大約係2度，顯示市場對 Netflix 嘅增長期待非常之高。自由現金流倍數更加係高達60倍，呢個意味住投資者為每美元嘅現金流付出咗高昂嘅代價。呢種高估值有佢嘅道理㗎。Netflix 嘅用戶增長、廣告業務同埋國際市場拓展都令到市場興奮㗎。但係風險喺邊呢？如果未來增長不如預期啦，股價就可能會面臨回調壓力啦。對於尋求安全邊際嘅價值投資者嚟講呢，而家呢嘅價格就可能有啲貴啦。綜合嚟講啊 ，Netflix 嘅估值反映咗佢嘅增長潛力㗎，但安全邊際咧就有限，所以呢項我就俾個8分。如果你係長期睇好成長型股票嘅投資者咧，咁樣咧佢都仲算有啲吸引力嘅。但係如果你追求低估值咧，而家咧就唔係好嘅時機啦。接住落嚟，財務穩健呢個簡直係 Netflix 嘅強項。2025年啦 ，Netflix 嘅表現簡直可以用兩眼嚟形容啊！你睇睇佢最新財報，第一季營收10.54億美元，同比增長12.5%。第二季度嘅營收11.08億美元，增長16%。更加勁嘅係佢嘅淨利潤高達60.6億美元，營運利用率高達34.1%㗎。我哋睇翻 Netflix 嘅營收同埋淨利潤啦，從2021年到2025年嘅上半年都持續增長㗎，特別係利潤率嘅提升，顯示公司唔單止賺得多啊，仲賺得越嚟越有效率，自由現金流亦都非常之強勁㗎喎。2025年第二季去到22.7億美元，全年預計80至85億美元。再睇睇資產負債表啦，2024年底 Netflix 嘅總負債係288.9億美元，總債務155.8億美元，但現金同埋等價物只有78億美元嘅啫，淨負債就有77.8億美元，負債比率大概係0.63左右，利息保障倍數高達19.8倍，顯示財務風險非常之低啦。股本回報率 ROE 更加高達42%，呢個係行業裡面嘅頂尖水平。Netflix 從過去嘅燒錢王，而家變咗現金流神器啦，財務狀況穩如磐石，呢一項我都毫不猶豫俾咗佢10分滿分。
講到股息同回購啊，呢度有啲特別啦。Netflix 從來都唔派發股息嘅，呢個對於中意收息嘅投資者嚟講就可能有啲失望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公司選擇將現金流用喺兩個地方，一係投資內容，一係回購股票。2024年 Netflix 回購咗54.3億美元嘅股票，2025年更加計劃回購高達171億美元，其中第二季已經花咗16億美元去回購150萬股㗎啦。呢個係咩意思呢？回購減少咗流通股份，直接推高咗每股盈利。2025年 TTM 嘅 EPS 已經去到23.47美元，比2024年嘅19.83美元增長咗唔少喎。呢種策略對成長型嘅投資者嚟講當然係好消息啦，因為佢顯示管理層對公司未來價值充滿信心。但係如果你係靠股息生活嘅投資者呢， Netflix 就可能唔係你杯茶啦。我就將佢呢一項俾咗8分，但係唔派息就扣咗啲分啦。而家嚟到 Netflix 嘅公司策略啦，呢個絕對係佢最閃耀嘅一個部分。Netflix 嘅成功離唔開佢喺內容啦、技術同埋商業模式上面嘅創新，就等我哋嚟拆解一下。首先係內容策略啊 ，Netflix 靠住怪奇物語啦、魷魚遊戲、紙房屋呢啲現象級劇集，吸引咗全球3.02億付費用戶㗎。佢唔單止僅係做英文內容啊，仲大力投資本土化，比如韓劇《日漫》，2025年上半年啦，非英語內容咧佔總觀看數量嘅1/3，超過950億小時嘅觀看時長㗎喎。接住落嚟係用 AI 技術啦 ，Netflix 嘅推薦系統係業界標杆，超過80% 嘅觀看內容都係嚟自 AI。推薦㗎，幫佢大幅減低用戶嘅流失率喎。2025年 Netflix 仲喺個阿根廷劇集《Illétronauta》中間首次用咗生成式 AI 製作視覺效果啦，既慳成本又提升效率喎。甚至喺遊戲業務方面 ，Netflix 亦都開始探索 AI 應用，打造互動體驗啦。最後係新業務啦 ，Netflix 嘅廣告業務增長迅速啊！2025年預計收入翻倍，每月活躍用戶去到9400萬。佢亦都進軍咗直播領域，比如 NFL 嘅比賽，平均吸引咗3000至3100萬觀眾。遊戲業務亦都有突破，超過120款手機遊戲免費提供俾訂戶㗎。未來仲計劃推出雲端遊戲。從內容到 AI， 再到新業務 ，Netflix 嘅策略清晰，執行力超強，簡直係業界嘅標杆啊！呢一行我都係俾足10分滿分佢嘅。投資 Netflix 當然唔係冇風險啦，我哋嚟睇下風險有啲乜。第一，競爭價格啦 ，Netflix 雖然有3.02億用戶啦，但係 Disney 有1.23億 ，Amazon Prime 有2億，呢啲對手喺內容同埋價格上面都來勢洶洶。喺美國啊 ，Amazon 嘅市佔率已經超過 Netflix， 去到22% 對21% 㗎啦。第二，內容成本啦 ，Netflix 每年花180億美元喺內容上面，2025年同比增長11%。如果新劇集或者電影唔夠吸引呢，可能會影響用戶流傳，拖累盈利嘅。第三，監管風險，全球對串流平台嘅監管越來越嚴喎，比如歐盟要求30% 嘅內容必須係歐洲製作，仲有一啲國家可能對帳戶共享收費設限咯，呢啲都會增加成本嘅。最後，宏觀經濟風險啦 ，Netflix 嘅高估值令到佢對利率變化好敏感喎。如果全球經濟衰退呢，用戶可能會減少娛樂支出，或者轉向更平嘅訂閱方案。雖然風險唔細，但 Netflix 嘅市場地位同埋應對能力都令佢有一定嘅緩衝，所以呢項我打6分。講到增長潛力啊 ，Netflix 係絕對令人興奮嘅。2025年嘅上半年啊，營收已經去到216.2億美元㗎啦，全年預計就448至450億美元左右，增長15至16%。呢個背後究竟有咩動力？就等我哋嚟睇睇。首先係廣告業務啦 ，Netflix 嘅廣告支援訂閱計劃增長迅速，2025年收入預計翻倍，每月活躍用戶去到9400萬。美國市場嘅廣告時段預售幾乎售罄，顯示廣告商對佢非常之有信心喎。其次係國際市場啦 ，Netflix 估計全球連網電視家庭嘅滲透率咧只係得40%嘅啫，僅佔可觸及市場嘅6%。新興市場好似亞洲啦、拉美啦，仲有巨大嘅用戶增長空間嘅。比如全球每月用戶平均收入咧 ，Apple 咧係11.7美元，但係美國就17.3美元，亞太地區就只係得7.3美元，未來增長空間都仲好大喎。從廣告啊到國際市場，再到新業務 ，Netflix 嘅增長引擎真係多到數都數唔晒，所以呢一項毫無疑問，我都係俾10分佢㗎。最後係資產質素啦 ，Netflix 嘅核心資產唔係工廠同埋機器，係佢嘅內容庫。
技術平台同埋品牌價值。佢嘅內容庫包括怪奇物語、魷魚遊戲呢啲全球爆款。2025年上半年觀看時數已經超過950億小時，其中1/3係非英語內容。技術上Netflix 嘅 AI 推薦系統同埋串流媒體基礎設施領先業界，80%嘅觀看數都嚟自 AI 推薦，確保用戶黏度啦。再加上 Netflix 喺全球品牌嘅號召力，佢可以一日將一部劇推向190幾個國家，呢啲係傳統媒體無法比擬嘅。我都為佢嘅資產質素打10分滿分。我相信大家心裏面都會有幾個問題，咁我會嘗試下解答一啲。第一個問題當然係，究竟 Netflix 而家會唔會已經太貴啦？50倍嘅 PE 當然就一啲都唔平啦，但係呢個都反映咗市場對 Netflix 嘅增長嘅信心。如果你係長期投資者，呢個估值咧都仲係可以接受嘅，但係短期裏面咧佢的確有機會回調嘅。第二個問題啦，就係廣告業務會唔會成為 Netflix 新嘅增長亮點呢？我認為呢個絕對會係，因為2025年佢嘅廣告收入咧預計會翻倍，佢嘅活躍用戶咧亦都去到9400萬咁多㗎。未來幾年廣告收入絕對有機會成為佢嘅核心收入來源。咁第三樣啦，咁而家係咪買 Netflix 嘅好時機呢？咁我覺得咧就係要考慮翻你個投資目標啦。如果咧你係追求呢個長期嘅增長咧，就可能要考慮下分批去建倉。但係如果你咧追求咗安全邊際咧，咁就可能要等股價咧落翻一啲比較合理嘅水平，例如可能佢市盈率去翻40倍樓下先去考慮啦。如果有更加多嘅問題，你都可以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㗎。Netflix 嘅財務穩健啦，公司策略啦，增長潛力同埋資產質素上面咧，我都打足滿分㗎。但係佢嘅股息同回購啦，同埋估值嘅吸引力咧，我就覺得稍微打一啲折扣。另外風險威脅亦都係需要注意嘅地方。不過綜合評分我依然係俾9分㗎，顯示 Netflix 係一家頂級嘅成長型公司。Netflix 就比較適合一啲追求長期資本增值嘅投資者，特別係睇好串流媒體啦同埋 AI 技術嘅未來。但目前嘅高估值咧，就意味住短期裏面啦可能會多啲波動啦。建議大家可能去觀望一下啦，等下啲回調睇下會唔會有啲更加好嘅買入時機。如果你已經持有啦，咁可能咧就繼續持有，去享受住一個長期嘅增長。但係要留意翻佢嘅用戶增長啦、廣告收入同埋盈利指引，呢啲都係呢隻股票嘅關鍵指標。咁你點睇 Netflix 嘅投資價值呢？歡迎喺留言區講翻你嘅睇法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深度分析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翻個 channel。我係飛俠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